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是好用的电动螺丝刀？那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更新我们电脑铺的新配置，需要装机测试非常多的电脑。那有时候做评测也需要拆装各种家电硬件。那在拧了无数各种各样的螺丝后，我对电动螺丝刀这个东西也颇有感悟。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电动螺丝刀该怎么选。那一把电动螺丝刀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机身和劈头，它俩是影响使用体验的关键。那所以这期视频我们主要会围绕这两个部分去说。电动螺丝刀的机身有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叫扭矩，也就是这把螺丝刀有多大的力气。扭矩太小拧不动大螺丝，那扭矩太大就容易把螺丝给干断。所以在选电动螺丝刀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用途选择适合自己的扭矩。那如果你是要拆手机、拆笔记本、拆电脑，那么你遇到的大都是这种2毫米直径的超细螺丝。那这种螺丝大概只需要 0.2 牛米的扭力，扭力太大非常容易把这种螺丝干断了。那这种情况通常是建议选这种小巧的精修螺丝刀，电动的最大扭矩通常是在 0.2 牛米，那正好满足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螺丝的拆装。那如果你是要拆台式电脑的话，你大概会遇到好几种规格的螺丝。那比如说固定固态硬盘的螺丝是2毫米直径的超细螺丝，大约需要 0.2 牛米的扭力。那固定电脑主板用的大都是直径3毫米的螺丝，大概需要 0.8 牛米的扭力。那固定电源和显卡的螺丝会稍微粗一点，有 3.5 毫米，大约需要1牛米的扭矩。而固定电脑风扇的螺丝更粗，有 4.5 毫米，不过好在它是固定在塑料上的，所以也只需要2牛米左右的扭矩。而电视、微波炉、遥控器、玩具等常用家电的螺丝规格也差不多与拆电脑一致，1到2牛米的扭矩也都够用了。所以如果是拆装电脑或家电的话，那这种小小的精修螺丝刀的 0.2 牛米的扭矩是不够的。我以前不知道，就经常用这种螺丝刀来装电脑，电动拧不紧的话，我就这样手动再拧几圈，那结果拧坏了2把精修螺丝刀。那再后来我就换了这种稍微大一点的电动螺丝刀，扭矩通常可以达到4到5牛米，那这差不多也是一个成年人使用这种普通螺丝刀能达到的一个扭矩。而且这种螺丝刀大都有几个档位可以调节扭力，一般拆装电脑和家电的话，用1到2档就够了。那拧稍微粗一点的螺丝，比如说电脑散热器的固定螺丝或者是轻型桌椅之类的，可以用最大档。那这种电动螺丝刀通常会有2种形态，柱状和枪状。那枪状的手感更好，在应对大扭矩的时候手腕受力也会更好。那柱状的话手感一般，但是它正反转控制会更得心应手，在应对拆装电脑、家电这种场合会更方便一些。那如果你是要经常拆装家居、桌子、椅子、柜子，或者是在木板、金属、非承重墙上钻孔打螺丝的话，那这个时候这种5牛米的电动螺丝刀就拧不紧了，你需要的是一把手电钻。那手电钻的最大扭矩通常都在20到40牛米之间，可以用于家具、桌子的安装和非承重墙上的钻孔。那如果你是自己家用，使用频率不高，可以考虑使用互联网品牌的，比如说小米、京东、京造这些。那这些品牌会把手电钻做得比较简约漂亮，而且电池内置使用 Type-C 接口充电，很方便收纳。但是人体工学、使用舒适度和性能会比较一般，只适合家庭轻负载使用。那另一类是传统电动工具品牌，比如博世、微克士、东城等，他们的手电钻会更加专业、更加耐造，那人体工学设计也会更好，长时间使用也会更顺手。而且他们的电池可以拆卸、可以更换，那在干活时多备几块电池能满足一整天的高强度使用续航需求。但是这种工具的电池和充电盒都是专用的，那家庭使用收纳也会稍微占点空间。那以上这3种电动螺丝刀就可以满足绝大部分家庭使用了。那如果你是要修车或者是在承重墙上钻孔，那这种就需要上百扭矩的冲击钻或者风炮了。那这些已经脱离了普通人家用的范畴，我们就不展开往下讲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电动螺丝刀的另一个灵魂——劈头。我觉得劈头才是影响拧螺丝体验的重中之重。电动螺丝刀通常都会自带劈头，但是自带的劈头通常不够长。可能大家都遇到过某个物品的螺丝孔很深，电动螺丝刀的劈头不够长够不到的情况。那又或者是劈头没有磁力吸不住螺丝，那又或者是劈头不够硬，拧几下就花了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去网上另买劈头。那首先我们要判断你的螺丝刀能装得下什么尺寸的劈头。那常用的像这种精修螺丝刀使用到的劈头都是4毫米的，那么你在挑选劈头的时候就要认准 C4 或者4毫米字样。那再大一些的电动螺丝刀，包括家用的手电钻使用的劈头会粗一些，它的直径是 6.3 毫米，也叫 C6.3。我们家用常见的也就这2个尺寸，这个在选劈头的第一步就要确定下来。那接下来就是根据使用场景选择不同标号的刀头。我们以最常见的十字形劈头为例，它的这个刀尖有细的有钝的，那这个是有尺寸标准可以选的。
我们家用常见的刀尖从细到钝分别是 pH000、pH00、pH1、pH2、pH3 等。那对于这些我也做了一些测试。pH000 和 pH00、pH0 这3个实在是太细太尖了，拧台式电脑或者家电螺丝的话很容易打滑。那这种一般就是用在笔记本电脑、手机、手表、眼镜这种精密仪器中。那日常家用的话 pH1 是我比较推荐的尺寸，实测无论是笔记本还是拆装电脑、拆装家电都是可以用的。但是像眼镜或者手机之类的特别小的螺丝是用不了的。那或者是特别大的，比如说电脑水冷散热器的螺丝 pH1 就很容易打滑。而 pH2 的刀尖就明显钝不少，对电脑主板螺丝、电脑电源、电脑水冷等螺丝的支持都会更好，也可以用于家具、货架安装等用途。但是像比较细一点的电脑固态硬盘螺丝和笔记本的螺丝都是不行的。而 pH3 就更钝了，那实测台式电脑、家电等都完全用不了，那门框上的荷叶也用不了。所以家用的话，我会更推荐你买 pH1 和 pH2 标号的。那其次就是选择劈头的长度。那买电动螺丝刀的时候，自带的劈头长度一般都很短。那比如说我的这把螺丝刀，自带的劈头在拧电脑显卡固定螺丝的时候就非常困难。那我后来自己买的劈头长度是120毫米，也就是12厘米长的，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完全够用的。那再其次，螺丝刀的刀头一定要硬。那一些便宜的螺丝刀可能会使用碳钢材质做刀头，那这种刀头的硬度通常只有30到50 HRC 之间，那这种就很不耐用了，高强度用几次就很容易划丝了。那现在品质还不错的螺丝刀，刀头大都是 S2 钢，硬度能达到国际标准的60 HRC 硬度。那这个硬度对我们日常家用来说是完全够了。所以在选择劈头的时候，也要认准 S2 钢劈头，价格也不贵，一般15厘米长的一根也就几块钱。那再其次，螺丝的刀头一定要有磁性，这样可以吸附螺丝，在安装拆卸的时候都会更方便。那很多劈头在刚购买的时候都会有磁性，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那劈头内以磁性规律分布的分子会渐渐变得凌乱，但磁性就会越来越弱，甚至消失。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用一块磁铁，通过磁铁的引导，让刀头内部凌乱的分子重新变得有序，劈头就能重新变得有磁性了。当然也可以把小磁铁直接吸在劈头上，磁性更大更持久。那视频最后我们再简单对比体验一些市面上比较热门的电动螺丝刀。那首先是3款精修螺丝刀，那第一个是9块9的卡夫威尔，这个是手动螺丝刀。虽然我这期视频是电动螺丝刀选购的，但是我觉得像这种精修螺丝刀买手动的也很划算，因为我自己平时很少用到这种精修螺丝刀，但是我又不能没有，那所以我就买了个便宜的备用。它有24枚刀头，都能吸附在盒子上，不容易掉落。那这种螺丝刀便宜就便宜在它的劈头是碳钢材质，硬度是52 HRC， 相对来说会更容易磨花，而且它的机身和收纳盒也都是塑料材质，质感稍微差一些。但对于不经常使用这种精修螺丝刀的人来说，拿来备用就很好。那第二款小米米家精修螺丝刀也是手动款，它的价格来到了89，它贵就贵在它全部都是 S2 钢材质刀头，硬度有60 HRC。那第3款是米家精修螺丝刀电动款，24枚 S2 钢的刀头，机身还有2档扭力可调，最大扭矩 0.2 牛米，正转和反转切换都很方便，那运行时的噪音也很小。Type-C 的充电口，那整个螺丝刀的质感都很好，而且它在收纳仓这里还加了一个冲磁区域，非常方便。那这个电动螺丝刀价格是在159元左右。那其实电动的加24枚 S2 钢材质的电动螺丝刀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所以其他的就不再多说了。然后是这种适合日常拆装电脑、拆装家电的电动螺丝刀。那便宜的话就是第一款德力西，价格124元左右，5牛米的电动扭矩非常狂暴，它有4档扭矩可调，一般拆电脑家电的话，用1到2档的扭矩就足够了。它前面有2颗 LED 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照明，工作结束后这个灯还会持续照明10秒，在一些暗光环境中还是挺有用的。不过它没有电量显示，那还剩多少电量我们是不知道的。还有它自带的这些劈头大都也没有磁力，只有这包赠送的2个劈头是带磁力的，所以建议是自己单独准备一个加磁器给刀头充磁。那第2款京东精造的这个电动螺丝刀，价格约是165元左右。那这个螺丝刀我自己用挺久了，电动是4牛米的扭矩，手动能承受8牛米，那平时装电脑也足够了。那所有的刀头都是 S2 钢，并且全部自带磁力。它比第1款多了一个电量提示灯，在快没电的时候会闪烁提示你快没电了。那也是 Type-C 的充电接口，充电也很方便。然后它的收纳盒也很小，很适合家用环境。那第3款威克士 WX-R42， 价格约是229元。那这个螺丝刀相比前面2款来说会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它的扭矩是7档可调的，调节的会更精细一些，而且它是机械式的扭力离合，
在达到指定扭矩时会立刻在机身内部打滑断开离合，那这样对螺丝和手腕的冲击力都更小，会更安全一些。二是它在刀口的位置加了一个锁止结构，在安装劈头的时候往下按压一下就可以锁紧劈头，那可以防止劈头掉落，更安全更稳定一些。那在拆卸劈头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夹头往外拉就可以弹出劈头了。那三是它赠送的劈头数量更多更丰富，那甚至还有 PH0000 这种精修劈头和一个非常小的钻孔头。四是它的电池是2000毫安时，更大一些，而且还有3格电量显示。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自带的这些劈头大都是没有磁性的，很不好用，而这些小的精修劈头是自带磁性的。所以如果是买这款的话，可以多花几块钱买个加磁器来给劈头加磁，或者是直接去买第三方的劈头。那第4款博士 Go3 价格约是299元。它的参数与前面的威克士差不多，也是多档扭力可调，机械式的扭力离合，也有刀头锁止结构。不过它在装刀头的时候要比威克士的要麻烦一些。那威克士是直接按进去就锁止了，那博士 Go3 你直接按是装不进去的，那需要把锁止环拉起来才能把劈头装进去。那其次就是操作逻辑上的区别。我们前面推荐的螺丝刀都是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开关，那博士 Go3 的话，这个按钮往前推是正转，往后推是反转，然后你需要额外的按这个开关才能启动螺丝刀。那博士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就是按压启动。我们在设置好正反转之后，往前按压螺丝刀就能启动了。那这个设计还是很符合人体工学的，用起来也非常舒服。那不过博士 Go3 自带的刀头也不好用，很短而且不带磁力，它有一个比较粗壮的延长杆。那这个延长杆是自带强磁的，搭配刀头的话也能吸附螺丝。那这个螺丝刀会比较适合干一些稍微重一点的活。然后第3类就是这种手电钻，那这种就会更适合家具拆装以及在木头非承重墙上钻孔打螺丝那种工况。那这4款中前2款都是适合专业工作者的，它的人体工学设计、手感和性能都要更好一些，而且它们的电池可拆卸，那可以通过增加备用电池来无限的延长续航。东城的价格要便宜一些，但是它用的是纯铜电机，那威克士的用的是无刷电机。它们俩的区别就是无刷电机的效率更高，而且更省电，而且它的运行更平稳，寿命也会更长，同时也更安静。所以如果你的使用频率更高，那么更建议你选无刷电机的。如果只是临时用一下的话，买便宜的也会更划算。那威克士这款最大转速是1800转，扭矩40牛米，有20档物理旋钮可调，也是支持机械扭矩离合的，体型也比较小巧，握持感也很舒服。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款的。那后面2款京东精造和小米的手电钻外观设计会更简单一些，内置电池通过 Type-C 接口充电，那收纳起来会比较方便，那比较适合家里偶尔用一次的轻度用户。那精造是一块小屏幕，通过触摸来操作，正反转也是通过触摸来控制。那这个看起来是很高级简约的，但实际使用起来我觉得不如机械式的方便。那小米的这个就是机械旋钮调节扭矩，机械式的正反转切换要比精造的方便一些，但价格也是贵上不少。但如果你是看中了这些互联网品牌的外观，而且只是低频率偶尔家用的话，那么这2款其实也能满足你的家用需求。那当然还有更多更专业更优秀的产品，我们这里没有提及。那如果你有自用的觉得特别好用的产品，也可以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那或许对其他人能有所帮助。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一些帮助，那么欢迎发2条弹幕点关注，我们下期再见。